接下来最精彩的一段，我们称作卡舒吉事件。胡适之胡适，说尽天下事。大家好，我是胡适老师，欢迎收看《胡说》。时间来到2018年2月份，他让妇女不需要征得男性亲属的同意就能创业。在这之前是不可能的。之前阿拉伯的妇女呢，要创业一定要男性亲属同意，就她老公或老公家属同意，她才可以做。而现在呢，女性可以不鸟男性了，我想创就创。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沙烏地阿拉伯的男性公民们肯定也会很不爽，可能又不敢对他怎么样？3月，他更规定了妇女在离婚之后对子女的监护权不受影响。在此之前，只要离婚，监护权一定在爸爸的身上，而现在呢，监护权不受影响，看你们怎么瞧就对了。10月起，他让女性呢更可以从军，然后担任军官以及士兵。然后不过呢，沙烏地阿拉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很多女性的维权分子也遭到政府的扣押。那为什么女性又要维权呢？因为有些女生觉得，就是我们不想当兵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让我们可以当兵这件事情，我觉得太过了，不需要这个样子。所以有些女生会上街头抗议，然后也被他抓走，就这样。所以呢，好好听他话就没事了，知道吗？然后除了女性的权益大获改善之外 ，MBS 呢也大幅减少了沙利亚宗教警察的执法权。什么叫宗教警察呢？我们都知道沙烏地阿拉伯是伊斯兰教嘛，对不对？而且它是伊斯兰教里面的保守教派，所以他们的警察呢就叫做宗教警察，权力非常大，可以把它视为我们在白色恐怖时期的那种警察，或者是日治时期我们那种警察，知道吗？南无警察大菩萨，他什么都可以管，用任何理由抓你，想要抓就抓你，一连228，没有，那边没有228。好，然后再来就是大幅减少了他们的执法权，然后并且呢，力主沙烏地阿拉伯新法典的编撰。他要直接修一个新法典，然后他自就任起就开始公开批评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瓦哈比主义。瓦哈比主义就是刚刚讲到伊斯兰教里面非常保守的主义，尤其对于女性权利的控管，更是控管的不要不要的。以前女性在那边真的是很可怜，完全没有任何权利，都要听老公的话，然后就是想要干嘛都不能干嘛，知道吗？然后而 MBS 呢，你看他就把这些女性权益全部开放，然后让宗教警察的权力呢直接下降，然后让瓦哈比主义呢就是想要把他们给推翻就对了，然后再来，而这些广泛的世俗化的举动呢，让沙利亚学者、宗教警察等地方势力相当的不满，所以在各地抗议。但抗议它有用吗？没有用的。你们可以把 MBS 视为金正恩般的角色，知道吗？他们两个年纪相仿，金正恩大他1岁而已。OK， 所以这种40岁、41岁，像这种就是权力执行者都比较恐怖一点，他们都非常的帅气，又会改革，这样知道吗？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介绍了非常多 MBS 的争议事件，那到底有没有人敢大肆的每天抨击他呢？答案是有的。此人呢，就是 MBS 整个生涯故事里面最精彩的一段，我们称作卡舒吉事件。此人叫做卡舒吉原本是在沙烏地阿拉伯担任要职，而他的家中势力也非常庞大。他的叔叔是沙烏地阿拉伯非常大的军火商，然后靠拢着一个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亲王，也就是国王的弟弟，这样理解吧。后来这个亲王呢，一个不小心就这么被 MBS 抓到饭店里面去了。然后于是呢，卡舒吉认为自己的叔叔靠拢这个亲王，这个亲王被抓进去，那自己的叔叔也会有危险，自己叔叔有危险，以 MBS 的个性呢，我们可能整个家族都会有危险，所以呢，我还是先避避风头好了。于是他就决定流亡到美国去，然后辞去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职位，来到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担任专栏作家。然后他觉得天高皇帝远，你挡不住我，你抓不到我，于是我就开始每天写文章干掉你，每天写文章比诸挞伐你。他形容 MBS 呢叫做现代萨达姆，也就是现代的海珊。谁是海珊呢？就是在伊拉克那位被美国斩首行动斩首掉的那位海珊，这样理解吧？他说他是个暴君就对了，然后每天干掉他。2018年9月28号教师节当天，他进入了伊斯坦堡的沙烏地领事馆办理离婚证明。为什么他要离婚呢？因为他想要跟另外一个女生结婚。OK， 他的情妇就是个土耳其女子，名为哈蒂杰坚吉兹他想跟他结婚，那结婚也要先办离婚嘛，对不对？然后再来，36岁的坚吉兹呢，他是伊斯坦堡一所大学的在学博士生。然后在同年的5月伊斯坦堡的一个会议中，
他跟卡舒吉认识了，然后结果相爱了，两个年纪差了20几岁。然后据报道，卡舒吉事后对朋友表示，当时领事馆的人对他非常的热情，所以他觉得来领事馆办事应该是安全，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的啦。因为他为什么要担心这件事？因为他觉得他离开美国本土去土耳其，会不会被沙烏地的特工给逮捕或干嘛之类的？可他觉得应该不会有事。OK， 好，那再来，卡舒吉呢，按照了原定的计划，就是预定的时间，来到了土耳其的领事馆，领取了离婚文件。但是呢，在外面等待的情妇，也就是监吉兹，一直没有看到他走出来。然后据土耳其官方的说法，卡舒吉到领事馆内遭到了酷刑折磨，然后最后被杀害。然后土耳其方面呢，则称沙烏地阿拉伯派遣了一个15人的特工小组执行了杀人任务，然后把过程录影证明任务已完成，然后并把卡舒吉被肢解的尸体静悄悄地运出了领事馆。刚刚讲的是卡舒吉事件的大纲，现在讲的是细部内容。卡舒吉呢，在进入了领事馆前就告知了他的未婚妻说，如果我迟迟没有出来的话呢，请你去找一个人，跟他报案，也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服务的一个顾问，说跟他报案就对。他未婚妻等着，一直等了1个多小时，发现他怎么没有出来，感受到不安的情绪，于是呢，决定报警。然后报警之后，阿拉伯官方宣称，卡舒吉是有从后门出去的，只是闭路电视没有录到过程。而土耳其官方也说，就是好像有从后面出去，但是真的没有查到就是闭路电视的内容。而刚好又有一个巧合是，土耳其领事馆里面的一名雇员呢，当天又突然的宣布自己要休假，所以一切的巧合之下，让大家觉得怪怪的。你出去怎么可能刚好闭路电视录不到，完全没有画面，所以就很奇怪。但是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卡舒吉进入领事馆的时候戴的是什么呢？智慧型的手表，而这个智慧型手表里面有录音的功能，它全程录音，所以接下来就是一连串骇人听闻的过程都被录音手表录了下来。最细的时间点1点15分，下午的1点15分，卡舒吉进入了大楼，接着录音中听到了一个声音，里面讲说，呵呵，我们献祭的羔羊来了吗？然后另外一个声音说，呵呵，他来了。卡舒吉被带到领事馆的2楼办公室，一进去呢，就见到坐在那边的一个人，这个人是 MBS 的心腹之一，阿拉伯情报局高级官员，他叫做穆特雷普。然后他命令卡舒吉立刻返回阿拉伯。卡舒吉回应，老子会回去，但不是现在，等我办完事，然后有空再说。然后结果呢，穆特雷普被拒绝之后，特工就命令了卡舒吉脱下外套。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33分，卡舒吉看到有一个人拿着一条毛巾靠近了他，然后声音颤抖的，就是卡舒吉就问道：“你们要给我下药吗？”这就是卡舒吉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紧接着，录音中出现了7分钟的挣扎声，根本很深，然后再来。法医专家听了这个声音，研判这应该是被注射药物或被捂住口鼻所导致的窒息声，然后渐渐失去了意识，大概模仿一下。好，今日节目结束。窒息了没有啦？喂，好了，再来窒息声，然后逐渐失去意识的过程。然后在卡舒吉进入了领事馆大约24分钟之后，录音中清晰地传出了锯子切割的声音、切骨头的声音，然后呢拖动塑胶袋的声音。一个声音就问道：“不能直接钻进袋子里吗？”另外一个声音说：“不行，它太重了。”这边不该笑，因为其实这边是要很严肃的。不行，它太重了。接着，这些录音被公布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10月8号说：“我们必须尽快从调查中得到结果。”领事馆官员无法透过简单的说他已离开来开脱自己，毕竟录音都录到了。然后土耳其外交部又说，当局会派员进入沙烏地阿拉伯伊斯坦堡的
那个领事馆搜索，外交部则声明沙烏地阿拉伯表示愿意合作。而接着呢，土耳其就介入了。怎么介入呢？因为后来他们闭路电视原来有录到一个人，其实真的是有从后门走出来，他找到了闭路电视的影像。而从后门出来这个人呢，身上穿的衣服跟卡舒吉当天穿的蓝色格子衫一模一样，裤子也一模一样，身材也一模一样，发型也一模一样，所以整体看下来就是卡舒吉本人。所以土耳其当天还说，这跟录音不符啊，他真的有走出去。但是有一个人发现了有点不一样，他们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无人机发现了那双鞋子不是我未婚夫的鞋子，我未婚夫走进去穿的是皮鞋，为什么走出来他是球鞋？所以就是一双鞋子不一样，所以导致了真的，大家就觉得 OK。啪康又配合了刚刚的录音，所以一切就这么啪康了。在闭路电视里面录到的那一个像卡舒吉但不是卡舒吉的人啊，以及配合着录音的证据之后，就是土耳其决定要介入了。然后土耳其为什么要介入呢？因为土耳其跟美国关系不是很好，原因是因为美国一直介入他的库尔德族问题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政变未遂事件啊，所以他跟美国就渐渐走向分裂。然后再来，土耳其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其实也长期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这源自于他们教派的问题，逊尼派跟什叶派之争。本次事件，土耳其决定积极介入，然后将这个事件呢当做一个战略筹码来运用。而接着美国也决定介入。10月10号，美国国务卿麦克庞贝欧呼吁沙烏地阿拉伯支持彻底透明的调查，不要在那边蒙在鼓底，把大家蒙在鼓底里好吗？给我认真调查。然后再来10月13号，美国总统川普，当年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他表示卡舒吉的命运看起来不太好哦，他可能已经被干掉了哦。川普又表示，如果确定卡舒吉在沙烏地领事馆真的被谋杀的话，那沙烏地阿拉伯将会遭到严重的严厉惩罚。但是美国呢，并没有意停止对沙烏地阿拉伯的军售服务，干嘛呢？你事情做错了，该罚的要罚，但是我要卖你军火，该卖的还是要卖，该赚的钱不会少，不会因为你做错事我就不赚你钱，好吗？美国见。再来，10月16号，美国国务卿庞贝欧抵达了利雅得，就阿拉伯的首府利雅得，与沙烏地阿拉伯国王老萨拉曼进行了闭门会议，讨论卡舒吉事件。那老萨拉曼国王怎么可能会对自己儿子下手嘛，对不对？然后再来，接着还是要给个交代的 ，OK？ 交代，然后再来逮捕。10月19号，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呢，透过了国营媒体证实，卡舒吉在10月2号进入领事馆之后呢，就是冲突事件就真的这么发生了，而他真的就在里面这样子身亡了，跟录音里面内容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来，涉案者不是15人，总共18人，全部都是沙烏地阿拉伯该国的公民。然后相关报道则称，初步调查发现卡舒吉在10月2日，然后在领事馆中呢，与沙烏地调查人员发生了冲突后才死亡的。然后有关冲突的详细细节，媒体不公布。然后该报道还表示，沙烏地阿拉伯已逮捕了18名嫌疑人。来到10月30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督促沙烏地阿拉伯当局说出究竟是谁下令在沙烏地阿拉伯驻伊斯坦堡领事馆就是杀害了卡舒吉，这才是幕后的真凶。11月15日，沙烏地阿拉伯检方寻求判处5名嫌疑人死刑，然后并认定卡舒吉死于谋杀。检方认为卡舒吉被注射了大量的药剂，导致其死亡，然后死亡，然后死后呢，卡舒吉尸体还被肢解了。所以在录音里面所听到那些句子的声音是对的，他那些那个声音也是正确的啊，不是人家装出来的。然后接着呢，土耳其媒体公布了涉嫌涉案的15名犯案小组暗杀组的成员，他没有公布18，是公布15名。好，详情如下，来咯，名字都有点难念。第一位，马西亚·布杜拉基兹穆德拉比 ，OK， 他是前驻英国外交官，经常伴随着沙烏地王储，也就是 MBS， 然后去世界各地外访。第二位，萨拉曼穆德达比吉，然后再来，他是沙烏地法医学会的主席。
第3位阿卜杜拉吉兹穆罕默德沙维，然后他是谁呢？沙烏地王储 MBS 的一名贴身保镖。第4位塞尔加的 BRB， 然后他是沙烏地王室护卫队成员。第5位穆罕默德沙德萨拉纳吉 ，OK， 他是沙烏地王室护卫队成员，是2位护卫队咯。第6位米萨萨德穆萨尼，他是沙烏地皇家空军中尉。离奇的是，案发后不久，他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个车祸之中离奇的上升，可想而知应该是被车祸。然后再来第7位纳夫沙哈拉哈拉萨，然后他呢不知道是哪位。然后再来第8位穆斯塔法穆罕默德马马尼，然后再来杀害了卡舒吉之后，伪装成他的样貌，他就是那个伪装成卡舒吉，然后再被闭路电视拍到那一位啦，理解吧？然后再来第9位马苏阿斯马巴乌森，然后他是谁也不知道。然后再来第10位瓦利达布杜拉萨利，他是谁我也不知道。然后第11位多吉马瑟巴萨拉，不知道他是谁。第12位法兰萨比巴勒贝不知道是谁，我就不知道是在念什么了。AI 字幕君，你可以判别我在攻杀小吗？没办法吧，对不对？值得头痛。然后再来第13位就是阿里达勒亚布布，然后第14位塞夫萨达比，最后一位巴达巴嘎达巴德嘎巴德哟 ，OK， 全部都阿拉伯文 ，OK， 就是你们觉得我乱念吗？我还真的没有乱念，就真的大概长这样，好吗？阿拉伯文就是那么的难，知道吗 ？OK， 好，然后再来，全部念完，我觉得头有点痛，头有点晕，头有点整个麻起来了，好吧？所以不要挑战一次念15个沙烏地阿拉伯人的人名，是有点难度的有点痛苦的，好吗 ？OK， 让我喘息一下。来到最终审判啦！2019 12月23号，沙烏地阿拉伯对外公布卡舒吉被杀案审判结果，涉案人员总共5个因直接参与谋杀被判处死刑利勇3人因为涉案被判处24年监禁。这些人衰不衰？被叫去做事，然后结果呢被判死刑。可想而知，他们的家人应该拿到超级多钱，那个8000亿勒索的钱，起码分了应该8亿给这些人嘛，对不对？好，那再来，那也问问你们镜头前的人，如果今天你被 MBS 下令去执行暗杀任务，可是暗杀完毕之后，我也明令告诉你，你一定会被我们判死刑，但是我会给1亿美金。保证你的家人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你身为一家之主，爸爸，你会为了这1亿美金牺牲自己，给自己的小孩换取好的生活吗？可以在留言区留言，你是否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然后你老婆就改嫁了。喂，好，然后再来，你儿子就叫人家爸爸，对不对？愿意吗？思考一下，我是不愿意啦，知道吗？我会决定做一件事情，我会把MBS 关在那个饭店里面，跟他勒索8000亿。2020年的5月，卡舒吉的儿子就是萨拉赫卡舒吉表示原谅杀害父亲的凶手。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卡舒吉的儿子，你老爸被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杀害，后来你受访说：“哦，我原谅他们。”我佛慈悲，阿拉慈悲，你觉得这背后又有什么的力量？要么是恐吓，要么是8000亿里面的80亿美金给了他，知道吗？又问镜头前的各位，你们爸爸被杀害，你跟爸爸情同父子，本来就是父子，好不好 ？OK， 你跟爸爸感情超好，你儿子，你爸爸被杀害，你后来会原谅凶手，说没事的。你们问这可能发生吗？如果给你30亿或是80亿美金，叫你接受访问，说我原谅凶手，你会答应吗？好啦，爸爸价值也没有值80亿嘛，我当然答应，不是？好吗？这都是值得思考的。所以有钱能使什么？儿子背叛。好，那再继续，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儿子就跟爸爸 say goodbye， 80亿到手。2022年的12月。美国地区联邦法院约翰贝兹驳回了针对沙烏地王储就是 MBS 谋杀策划的这个诉讼，然后法官表示 MBS 享有王室豁免权，所以想要弄王室，想要弄 MBS 哪有那么简单，对不对？你美国想弄他吗？偏偏你们知道
川普跟他的感情是非常好的，川普是非常欣赏 MBS 的，所以今天你要跟美国政府那边说我要去审判他，做不到的，知道吗？因为真的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嘛，对不对？你知道怎么换来的吗？因为在这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就是 MBS 就跑到了美国见川普，然后有一个闭门会议，这闭门会议里面呢，成交了一笔上千亿美金的军购案，川普非常的高兴。所以等于说是 MBS 用了上千亿美元堵住了川普的嘴巴。我跟你买军火，我花1000多亿美金，你让我没事，然后让你们的媒体不要挞伐我 ，OK 吗？你是川普答不答应？川普是商人，当然答应。那对于 MBS 来讲，花1000多亿美金有什么吗？没什么，反正是我勒索来的钱，知道吗？我买了军火之后呢，还是给我用啊，对不对？所以 OK 的，好吗？花的不痛不痒的，各界反应。首先讲到当事方，也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他们承认了卡舒吉遇害之后呢，除了逮捕18名嫌疑人之外，也把4名情报高官免职了，里面还包含了情报总局的副局长艾哈尔德·阿西里，然后也把王室的顾问萨乌德·卡赫塔尼也遭免职了。土耳其呢，他一开始要求沙烏地阿拉伯要引渡其遭拘留的18名嫌疑人到土耳其接受审讯，但是在2022年的4月初决定将卡舒吉遇害案移交阿拉伯的司法部门处理。然后再来，马来西亚的首相马哈迪穆罕默德对于卡舒吉被杀案他是不能接受的，他表示马来西亚不支持杀害这种异议人士。接下来就是各界最关注的美国的反应。刚刚有讲到，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 MBS 不就来到美国跟川普闭门会议吗？最后不是决定了要投资美国1000多亿美金买他们的军售武器嘛，对不对？然后这让川普非常的高兴，而川普在事后接受访问宣称，这个卡舒吉事件虽然是个悲剧，但是它不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错，也不是 MBS 的错，说不定这是世界的错。川普是不是够会讲干话，对不对？谋杀事件跟世界有什么关系？他就可以讲出这是世界的错。所以这件事情呢，引发了轩然大波，各界人士、各国媒体都对他提出挞伐。然后美国的政治人物、参众两议院一堆议员讲说，我们没想到有一天美国会成为沙烏地阿拉伯的官方的发言人，我们的总统更是担任他的主要发言人，帮他洗白，这对吗？太扯了吧！于是参众两议院决定对白宫施压，要白宫好好的交代。而接着呢，就是在众议院里面就开始开会，决定表决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方式，就是要否决川普的处理方式。后来呢，参议院就表决之后，以63票对37票通过，然后否决了川普的一切的话语就对了。而接着呢，就是川普呢就用自己的实力否决了一切他们所表决出的结果。表决多数不一定是真民主不是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说议会多数你就可以决定各种事情，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一招为什么我们总统会？因为川普我们的老大就是会这一招的，知道吗？直接否决他们，你们怎么样都没用。川普自己是共和党议员也抨击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真的很丢脸啊。川普一概不理，并且大赞 MBS 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总之他就是没事就对了，好吗？2018年的12月4号美国一些主要参议员在听取了中央情报局吉纳哈斯佩尔的汇报之后，表示有大量证据显示 MBS 真的就是幕后杀害卡舒吉的凶手。2019年的6月20号，受卡舒吉被害案的影响，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多项决议，反对总统川普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武器的计划，所以原本卖武器1000多亿那个就被否决了。时间来到2021年的2月26号，美国情报部门公布了卡舒吉遇害案的调查报告，报告里面称，卡舒吉遇害案由 MBS 下令批准俘虏或杀害。然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对76名沙烏地人实施签证限制，就不让你来了。然后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沙烏地前情报总局副局长
艾尔哈德·阿西里以及沙烏地快速干预部队实施制裁，所以美国还是出手制裁了。那加拿大政府呢，则在当年的12月宣布冻结上一届政府与沙烏地阿拉伯签署的装甲军售案的协议。接着，欧盟当局然后也开始抨击他，对，然后他们说，就是2018年10月9号，告诉媒体记者，欧盟希望全面调查卡舒吉失踪案，然后并呼吁沙烏地阿拉伯对发生的一切要完全透明。所以事情来到这边，全世界各地的媒体以及政府，除了川普本人之外，近乎都是一整票的在抨击这个事件，然后觉得 MBS 有错要出来负责。2022年9月27号，我生日那天呢，老萨勒曼国王呢宣布了一个新的东西，他说命令王储 MBS 担任首相。所以来到这里 ，MBS 他有哪些职位了？他既是王储，又是财政部长，又是国务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等于在各个地方他还是国防部长，他都掌握了一个最大的权力。我都可以想象，他是在背后威胁他老爸给他这些东西的。如果你不给我，那我就把你关在饭店里面，跟妈妈在一起好了，好吗？就这样。好，那讲到这，顺便要提一下，现在2025年了嘛，对不对？距离愿景2030计划只剩5年的时间，目前进度如何了呢？答案是从空拍图、卫星图拍下来，发现根本连个屋子、建筑物的形状都还看不出来，还在一个打地基挖土的状态，因为真的太难，这耗费太多的钱，而且你要沙漠中做这个东西，光打地基有多难，所以目前计划呢有点被搁置。我觉得还要在2030年之前真的完成这个东西的话，必须要借助外星人的力量。讲到外星人，最近呢，就国外的科学家利用高倍数望远镜拍到了有一个不是自然星体的东西进入了我们太阳系，就在我们录影。我们今天录影是7月，不是，今天是8月1号。8月1号的前几天，上个礼拜有一个非自然星体进入了太阳系，然后以放大来看呢，它根本不是一个行星、恒星、彗星、流星，什么星都不是，它似乎是一艘非常大的太空船。这艘太空船的大小比一个卫星还要大，因为它身上它的这个东西呢，身上发着不明的亮光，还会闪光，并且是5颜6色的。然后以一个超过这世界上我们所熟知任何一个卫星跟流星的速度，急速的朝我们前进。然后说没问题的话，以这个速度，如果真的继续，它不改变角度，它会在11月到达地球。对，然后我从那个望远镜里面所看到的那个画面，很像是《七龙珠》里面佛利扎军团所搭乘那个超大圆盘状的太空船。而上个礼拜的报道就说，不排除它是来攻击地球的，会不会太夸张了？所以接下来11月2025最大的大灾难，难不成是星际大战吗？那直接投降好不好？所以麻烦我们台湾一些就是比较激进的角色，我们的重点不是抗中保台，我们的目标是佛利萨。对，我们开始先收集七龙珠吧。那些在那个娃娃店夹娃娃机都可以夹到1星几星龙珠，我自己本人有4星的龙珠，交给你们把1、2、3、5、6、7都把它集完，集完之后神龙就会出来了哦。我家刚好就有那只神龙，超大只的，知道吗？紫色的大神龙。OK， 集完之后我就把那台拿出来，然后帮大家完成愿望。而今天我们本萨勒曼，也就是 MBS 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以外星人做结尾，好吗？我们11月期待一下，到底他会不会过来？那想知道这个东西的，自己上网查一查，就直接查，就是11月可能会有外星人攻击地球，你就会查到这则新闻，会看到那个卫星、那个望远镜所拍出来的那个不明飞行物，超大的。好，那就到这边咯。那我们结尾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其实我们的故事都非常的精彩，就差 YouTube 的推播，好吗？不能只让我们 GD 一直那么多人观看，其他人也要多一点人看啦。交给你们了，分享一下。今天就到这咯，各位，拜。